欢迎来到野球特报深度解析。距离3月5日，也就是 WBC 组预赛在东京巨蛋点燃战火，其实只剩下最后几天的时间。我要带领你去透视从2月20日到今天这段黄金备战期里，各队展现出来的真实面貌。为你拆解台湾、日本、韩国、澳洲还有捷克这5支球队的战力核心。那我们就让数据说话，直接从大家最关心的台湾队切入。我们的先发轮值被誉为史上天赋最高的一届嘛，的确是天赋满满的一届。我昨天特别去拉出徐若曦对福冈软银鹰的那场先发数据，他第2球就狂飙出凭生涯最快的158公里。但吸引我注意的其实不是测速枪上的数字，而是他在投手丘上展现出来的压制力，对吧？对，他的出手延伸，也就是 extension 的数据非常惊人。这里确实是徐若曦能在国际赛场上具备载制力的关键。Steven 大大的肝需要您的守护。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继续产出高品质的棒球分析，欢迎加入会员干爹行列，还有专属福利回馈给您哦。感谢支持。他的下盘发力机制极度流畅，这让他的出手点，就是球离开手的那一瞬间，比一般投手更靠近本垒板。在物理上，这不仅缩短了打者的反应时间，更在视觉上创造了强烈的上窜错觉。也就是说，当打者大脑预判这个球应该要往下掉的时候，球却还维持在原本的轨迹上。难怪打者频频在球的下方回空，这种违禁在短期赛真的非常吃香了。除了徐若曦、古林睿煬对日本火腿的投球，他主投3局送出5K， 最关键的是他极度敢于把高转速的速球直接塞进内角高这个绝对领域。内角高一直都是最具破坏力的进垒点，而且我们牛棚还有孙艺磊，他一出来也是轻松达到156公里。讲到这个，我在追踪林玉明的训练菜单时，还发现一件事，他为了这次赛事刻意增重了5公斤。增重5公斤，这对提升他下盘在连续高强度投球时的稳定度，绝对是极具针对性的科学化调整。所以说，投手群的武力展示确实让人很安心。这批投手不仅具备球速、转速跟进来角度的品质也都在高标，但在短期国际赛中，光罗顶尖投手还不够。打线的支援同样是决定我们能走多远的核心呢。这就带到了我们接下来要检视的打击数据了。这部分可能会让一些球迷有点紧张。怎么说？因为对战日职一军级别的软银跟火腿，我们台湾队跨场连续14局没有得分，2场比赛总共只挤出7支安打得1分，表面上看起来确实有点低迷了。如果你去观察日职一军投手的进阶数据，他们非常强调垂直进垒角度，他们能投出进垒角度极度平坦、带有上窜视觉的4分线速球，同时呢，又能搭配进垒角度极度陡峭的直插球，就是那种从好球带高处突然掉到本垒板前面的球。面对这种两极化的 VAA 组合，我发现我们台湾打者在热身赛初期的挥棒轨迹显得稍微偏长了一点。挥棒轨迹一长，击球点的容错率就会大幅降低，这导致打者无法确实咬中球心。这正是打击教练在前往东京前的这几天必须密集利用发球机去重新校准的关键嘛。不过在打线的调整上，我们也遭遇了热身赛期间最大的一个变数 Jonathan Long， 因为左手肘伤势退赛了。不过教练团随后将张育成移防一垒的这个决策，这是一个把整体战力极大化的高阶调度，把国防部长张育成移防到一垒，能大幅降低他的体能负担。对，让他把100%的精力锁定在打击区。同时，这也释放了中线的空间，让近期手感极佳，甚至能在热身赛把球扛上积分板的李浩宇，能顺理成章地进入先发打线。而且教练团在递补人选的考量上也很有意思，他们选了宋承瑞。他们没有盲目的寻找纯炮手来填补空缺，并结合了之前加入的 Stewart Fairchild， 在动辄1分差定胜负的国际赛里，顶级脚程跟无死角守备的价值非常高。宋承瑞作为后半段的带跑或防守组，能为球队提供极高的容错率。说到守备细节，
这次热身赛中，日本火腿队总教练新庄刚志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微观观察。他特别点出，台湾的外野手在准备迎击飞球时，习惯采用双手撑膝的静态预备，但在现代棒球的防守理学中，更推崇的是动态启动。在投手球进垒，打者击球的瞬间，防守者双脚会进行一个微笑的跳跃，让身体处于随时可以爆发的动态平衡中。喜欢这支影片吗？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漏接任何精彩的分析哦。这个动作能利用肌肉的牵张反射，将启动反应时间缩短0.1到0.2秒。在棒球场上，0.1秒的延迟，往往就是安全上垒与出局的天壤之别。这0.1秒的反应时间，就等同于1到2公尺的手背覆盖范围。那1-2公尺的差距，正好决定了一颗平飞球是会落地形成2垒安打，还是被收进手套里变成一个漂亮的接杀。细节往往决定了比赛的走向。既然我们提到了东京巨蛋，我们就不得不把目光转向这次 C 组的D组卫冕军，也就是日本队。他们展现出来的战力深度真的很惊人。13-3击败软银，5-3击退中日龙，而且投手群对中日龙那一场单场狂飙9次3振。他们非常擅长在同一个出手轨迹下投出具有极端高位 VAA 的四缝线，接着搭配极端低位 VAA 的指叉球或滑球。这种垂直视角的剧烈落差，难怪他们能够稳定制造大量挥空。当然啦，除了实质的数据展现，日本队在心理战的营造上也达到了另一个层次。你是大谷翔平的赛前打击练习吧？对，大谷在赛前打击练习28次挥击中有11次把球直接扛出全垒打墙，他甚至还没站上打击区，就已经强迫对手投手的配球策略往边角退缩了。这就是巨星光环带来的实质威压。当投手的脑海中被植入了那颗飞越150公尺的残影时，他在面临球速落后的情况下，就很难果决地把球塞进好球带。这种潜意识的退让，往往会引发一连串的保送，进而破坏整体的防御体系。面对这种整洁的对手，压力真的很大。那我们再来看看急于洗刷前3届首轮出局阴霾的韩国队。韩国这次在冲绳的异地训练打出了4胜1败的成绩，其中一场还以16-6大胜三星狮。他们阵中的超级大物金岛勇甚至敲出背靠背全垒打，整个打线看起来真的是火力全开。但是韩国牛棚投手的平均球速比原本预期的慢了整整3到4公里。这对投手的配球策略与压制力是毁灭性的打击。球速的下降通常伴随着转速的衰退。当一颗速球的转速下滑，也就是说往上窜的尾劲，现在不仅不窜了，还会因为引力提早往下掉，这会直接掉进打者最顺畅的挥棒轨迹热区里。更致命的是，当速球变慢，它与滑球、变速球等变化球种之间的速差就会被压缩。速差一缩小，变化球就失去了破坏打者节奏的引诱力了。在比赛后段高张力的牛棚对阵中，这3公里的速差缩减，绝对是我们台湾队可以利用数据情搜进行针对性突破的极大弱点。韩国队现在面临的课题就是如何在这短短几天内，透过物理治疗与力学微调，找回那续续的转速了。看完了日韩，我们绝对不能漏掉 C 组另外2支带着独特战略思维的队伍。澳洲与捷克。澳洲队他们展现了极高的环境适应力与战术纪律，他们很早就进驻了日本府中市，而且刻意安排与警视厅、Three Good Group 等社会人球队交手，保持不败。没错，澳洲队有2个核心人物会深刻影响比赛节奏。第一位是今年的大联盟选秀状元 Travis Bazzana， 他的选球眼非常出色，对，他拥有极度精密的本垒板纪律。在有球数限制的经典赛赛制中，一个能频繁缠斗、单打席号6到7颗球的开路先锋是非常具有破坏力的战略武器。另一位则是具备大联盟终结者经验的抗癌斗士 Liam Hendriks， 他为澳洲牛棚带来的强韧心理素质会在比赛后段形成一道难以跨越的高墙。至于捷克队，
如果你还以为他们只是来东京巨蛋体验比赛当观光客的，那就真的太低估现代棒球的数据应用了。他们在对上日职罗德二军的比赛中，以1-1逼和了对手。他们整场比赛让先发投手只投1局，对，然后后续动用了5名投手进行极端的车轮战。这种让对手打线永远都在面对新投手的策略，完美的弥补了球威上的不足。而且更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在进攻端的效益，全场只挤出1支安打，却硬是靠着战术执行拿下了分数。这种在资源极度匮乏下，依然能精确把握微小机会的能力，证明了他们拥有高高级商的棒球智商，绝对有实力在短期赛中成为搅局者。真的非常精彩。那我们快速统整一下今天透过进阶数据与力学视角所看到的全局。我们今天把5支球队的战力彻底的拆解了一遍，这告诉我们 C 组绝对不是单纯比拼天赋的战场。下次当你打开转播的时候，不妨仔细观察一下外野手在预备时有没有确实做出 split step， 或者投手的速球在进垒那瞬间的位移变化。棒球绝对是一门充满细节的精密科学。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野球特报，我们下次再会。